横行在上海街头的日军装甲车到了第二天，诊务方毕，有一个麻面的老妪哭哭啼啼的来见我。我一眼认出他是我很熟的病家，因为他满面痘皮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那老妪说，现在有件不得了的事，我与孙家福生的一个孩子，今年已有24岁，病得半死半活，非你去救他的命不可。我也没有问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，跟了他就走。走出门外，已有一辆开篷的福特汽车在等着，车上坐着2个人，我也登上了汽车。汽车一路开到北四川路桥兔，我说，我不进日军防区，你还是载我回去，因为过桥一定要向日军做90度的鞠躬，否则会被抽上几下耳光。车里的人也不理会我的话，一味地向前开去。我身不由己，到了日军驻守的地方停下来，那老妪和其他2人下车，关照我说，你不需要下车。他们3人对日军深深鞠了一躬，其中有1人日语讲得很好，从袋中掏出一张白纸，上面贴有我的相片。日军见了这张纸，就一挥手让我们自由开入。我在车中大大的着急起来，想来想去，深入禁地，自己全失自由，这次定然是凶多吉少，要被绑架的话更不得了。顿时慌到不知所措，只好自己安慰自己。这老妪和她的丈夫确乎是我的老病家，而且当时因他是乡邻马夫，贫困非凡，没有收过他们的诊金，想来不至于恩将仇报。在车中，我向他们要来这张通行的证件看，全是日文，约略认出我的身份是医生，而签证发出的是煤机关。车子行驶了好久，才到了公平路底，又有几名日军拦住。我一看形势更坏了，他们在车中把通行证一扬，车子又轻轻松松地通过了。我一看这地方就是洪镇，那老妪这才告诉我，陈先生，你不要急，孙家福现在当了洪镇地方维持会会长，对你绝不会伤害。我到此地步，也只得随遇而安了。洪镇是一个只有百数十家商店的小镇，从前我曾到过，但这次到了这里，觉得世面完全不同，简直热闹非凡。正在想哪里来这么多人，细细一看，商铺并没有增多，只见许多住宅前面装上很多的电灯，光芒万丈。我留心观察，原来有些地方已变为赌场，招牌有发财俱乐部、黄金窟等名堂，有些则改为鸦片烟窟，招牌名为一线天、安乐窝等，还有不少是慰安所。到这时我才明白，洪镇已变成一片歹土，所以有这般熙熙攘攘的盛况。我们坐的汽车直开到洪镇商会，门前挂着地方维持会招牌，居然有2个人在门口站岗。进入里面，孙家福已抢不出来迎接，我一看依稀相识，虽然那天他衣着很华贵，但是从他的举动和行止看来，我还识得他就是3年前见过的那个马夫。他那个大堂的布置，正中挂着一面高耀旗和一面黄旗，堂中摆上一张太师椅，2旁各有10来个座位，看起来这大约是他的会议厅了。孙家福一见了我，就把我拉入后堂，只见堂中排着4张鸦片烟榻，旁边有一张床，卧着的是他的儿子，满面病容。孙家福说，从前我生斑疹伤寒，是由你看好的，现在这孩子患的也是严重的斑疹伤寒，希望你把这条小性命挽救过来。从前我没有付你诊金，这次我预备了2个金元宝送给你。
我默不作声，只细细地诊查他儿子的病情。他的儿子看来20多岁，正在壮年，但是骨瘦如柴，面无血色。一经诊查，觉得他的脉搏浮如游丝，一会儿跳几下，一会儿停一下，这叫做歇止脉，是心脏衰竭的现象。又见他两手抽搐，有时两手摸床，有时伸手玩弄衣角，有时高举两手做捻线状，这是叫做寻衣摸床、搓空里陷，乃脑神经败坏的现象。我看他的眼睛瞳孔已经放大，所以昏不识人，全身发出许多紫斑。我看罢之后，刚要说话，孙家福问：他的斑疹伤寒还有救吗？我回答孙家福，他儿子患的不是斑疹伤寒，这是中毒现象。我问他平时是不是打吗啡针或洗白粉，孙家福说，这里有的是白粉吗啡，但我的儿子从没有这个习惯。我说，这可能是你平日有所不知吧。这句话刚说完，那麻面老妪突然顿足长叹，呜呜咽咽指着孙家福说，自从你这个挨千刀的做了汉奸，开了这么多烟间、白粉窝之后，好好的儿子早就染上了恶癖，你还蒙在鼓里。陈医生说的话是对的。孙家福那时还有些不相信，我就把病人的臂部翻过来一看，上面针孔有如蜂巢一般。这下子孙家福无言可说，也哭了起来，问我如今怎么办。我说，病人瞳孔已经放大，足见中毒已深，搓空里陷，死亡即在目前，恐怕只有几个钟头的生命了。他又坚决地问我，你的话真的吗？我说，是真。现在中药已无能为力，要立刻送医院急救。孙家福这时忍不住哭出声来，连说几声自作孽，眼前报，自作孽，眼前报，要求我继续替他想办法。我说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急速车送麦家圈仁济医院，那边有急救的设备，我有熟人可以要他立刻医治，否则这条命就毫无挽救的希望。孙家福夫妇两人此时也不知所措，一筹莫展。我这时向他们告辞，孙家福在一无办法之下说，陈医生慢走，希望你把我的儿子同车送到仁济医院去，我也同去。他一声令下，来人七手八脚把病人搬上汽车后面，我和一位能说日语的人被安排坐在汽车前部，汽车飞驰而出红镇。